朋友们好，我是江峰。此时，川普的专机可能已经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但就在昨天，也就是5月12日下午，中共外交部发生了一幕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新任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干了2件事。第一件事，面对外媒追问美国财政部刚刚对几家香港企业实施制裁的问题，郭家坤咬牙切齿地背诵着标准答案，痛批美国搞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第二件事，话锋一转，对着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破口大骂，用的词汇极其刺耳，什么奔袭而来的灰犀牛，什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大家如果只看表面，会觉得这不过是中共外交部日常的战狼发飙。但是如果您懂一点中共官场的运作逻辑，就会品出这其中那种掩饰不住的恐慌与无能狂怒。俗话说，贵客临门，主人家总得打扫庭院，笑脸相迎。为什么川普马上就要到了，北京当局却表现得像个被踩了尾巴的猫，四处哈气？因为中南海那位忽然发现自己原本满心以为能在北京主场摆下一盘大棋，把川普请进瓮里，结果低头一看，美国人早在进京前的这48小时里，在东京，在首尔，在遥远的地中海，把桌子底下的螺丝全给拧死了。川普这次来根本不是来跟你谈判的，人家是拿着结算单来收网的。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深度复盘一下，在这惊心动魄的48小时里，中南海的桌子底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互相踢脚，塔尖上那位和他的习家军们又是如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底牌被一张张抽走的。要想看懂这场大戏的第一幕，我们得先看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行程。按照常理，川普13号到北京，作为美方经济团队的绝对核心，贝森特理应早早来到北京，和中方的官员对接日程，磋商细节。但是这位美国财神爷偏偏绕了个大弯，在5月11日先飞去了日本东京。这个举动就像是一盆冰水直接泼在了中共外交系统那帮人的脸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得先看看这段时间王毅手下这帮外交官们在给龙椅上那位汇报工作时编织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迷梦。大家知道，自从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在防卫政策和台海问题上的表态是空前强硬的。高市早苗甚至公开说过，如果北京军事威胁台湾，东京将予以支持。这话把中共气得半死。中共遇到这种事儿，第一反应永远是统战和分化。外交部和国安系统的那些笔杆子们天天写内参往中南海送，给上面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日本现在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美国虽然表面上支持日本，但川普是个商人，他最怕被盟友拖下水。只要我们在川习会上向川普抛出足够的商业利益，暗示我们愿意和美国共管太平洋，川普一定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反过来敲打日本。这种拉美打日的剧本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就是典型的以夷制夷的套路。塔尖上那位对这种叙事是非常受用的，因为这极大满足了他大国领袖万邦来朝的虚荣心，仿佛只要他一出手，美日同盟就能被轻易撬开裂缝。为了配合这个剧本，中共最近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天天把高市早苗政府往死里骂，企图在川普来访前把日本彻底塑造成一个破坏地区和平的孤家寡人。他们满心以为只要把日本的名声搞臭，川普来了北京自然就会和北京站在一边。结果呢，美国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在官场上，如果巡视组要办一个地方大员，进城前往往会先去他长期有矛盾的隔壁省份走访摸底。贝森特这次先去东京见了高市早苗，见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就是标准的外围摸底，敲山震虎。贝森特在东京谈了什么？2个核心议题，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汇率协调。这2刀可以说是刀刀见血，直接捅在了中共的软肋上。中共一直以为自己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稀土。这几年动不动就拿限制稀土出口来威胁西方高科技产业，
结果贝森特跑去东京，跟日本把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一对表，意思非常明白，你想卡美国的脖子，我们美日早就建好了备用供应链防线，你的稀土牌我们不接了。再说汇率，最近日元贬值，中共在背后是暗自窃喜的，因为他们指望着利用亚洲货币的波动，继续搞他们的低价商品倾销，把国内过剩的产能倾泻到全球市场。但贝森特在东京明确表态，美国和日本在应对外汇市场过度波动上保持着持续且强劲的沟通，这等于是告诉北京，你们想趁乱打货币战、搞出口倾销的口子，我们已经联手堵上了。消息传回北京，中南海里头是怎样的光景？你可以想象，那些原本拍着胸脯保证美日有戏可成的外交系统官僚们，此刻全都在瑟瑟发抖。主子要的面子没争来，反而让人家在进门前先跟对头喝了交杯酒。为了掩饰这种办砸了差事的尴尬，为了在主子面前证明自己还在坚决斗争，外交部这才有了记者会上那番对日本近乎失态的破口大骂。贝森特在东京的这杯清酒不仅粉碎了中共分化美日的幻想，更是在政治上给川习会定下了一个强硬的基调。高市早苗保卫台湾的底线就是美国的底线，美日同盟是铁板一块，你想在谈判桌上拿台湾问题做交易，门都没有。如果说东京之行是为了稳住外围阵脚，那么接下来贝森特的行程就是直接把刺刀顶到了中共大管家的胸口上。5月13日，贝森特在韩国首尔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川普都到北京了，中美双方的财经高官为什么不直接在北京坐下来谈，非要大老远的跑去韩国首尔折腾一趟？这就牵扯到中共官场里最核心的一个潜规则——面子政治。在中共的语境里，北京是权力的中心，人民大会堂是展示天朝威仪的舞台，龙椅上那位只要坐在那里，就必须是高瞻远瞩、指明方向的。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任何割肉放血的让步，绝对不能让一尊在国内老百姓的镜头前亲自去做。如果两国元首在北京直接谈崩了，或者被迫签了什么城下之盟，那对皇上的政治威望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官场上的规矩是，一把手见面只能是喝茶、拍照、说漂亮话，真正掀桌子、查黑账、讨价还价的脏活累活，必须由底下的师爷和管家们在远离京城的中立地带去干。韩国首尔这次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主场优势的封闭会议室。何立峰作为习家军里绝对的财经核心大管家，这次去首尔心里绝对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他非常清楚自己赴的是一场真正的鸿门宴，因为就在他动身之前，美国财政部刚刚连续甩出了2份极具杀伤力的制裁清单。大家看看这几天美国财政部的经济怒火行动，真的是一环扣一环，把中共帮伊朗卖油的地下管道扒了个底朝天。4月24日，美国先是制裁了中国山东的茶壶炼油厂，这些地方小炼油厂是消化伊朗走私石油的主力军。紧接着到了5月11日，财政部再次出手，直接把名单对准了香港的掩护公司。我们来看看这几家被制裁的香港公司，什么香港蓝海、香港三木，还有坚地香港。这些公司注册时间都不长，办公地址往往就在观塘的某个不起眼的工业大厦里。他们没有真实的业务，纯粹就是中共为了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洗钱卖油而设立的白手套。他们的操作手法非常隐蔽，伊朗的石油庄上被制裁的影子舰队油轮在大海上关掉定位系统，偷偷运到中国沿海，而这些香港的空壳公司就负责在账面上走资金，把成千上万桶石油的黑钱洗得干干净净，最后变成伊朗革命卫队制造无人机和导弹的军费。这套把戏中共玩了不是1天2天了，他们自以为在香港设个防火墙，用几个代理人当法人，美国人就抓不到把柄。但这次美国财政部的公告里，连这些公司哪年哪月雇了哪艘油轮，买了多少万桶油查得一清二楚。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首尔的会谈桌上会是怎样一幅场景。贝森特根本不需要跟何立峰寒暄什么全球经济大气候，他只需把这厚厚一叠制裁清单往桌上一拍，这就是在对何立峰下死亡通牒。潜台词是什么？老何啊，你们怎么在香港观塘租办公室？怎么帮伊朗人洗钱的？我这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明白账。你们想让川普总统在北京对你们的关税松松手，想让我们放过你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可以，先把你们给中东恐怖分子输血的管子自己掐断了。何立峰此时此刻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如果他答应美国人的条件，那就等于是彻底放弃了在中东牵制美国的战略布局，而且国内那些靠倒卖便宜石油续命的地方，炼油厂立刻就会面临大面积破产。这对本就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如果他不答应，硬挺着要保这些地下黑金管道，那后果更可怕。美国这套绞肉机战术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打炼油厂，第二层打香港白手套。如果中共不收手，那第三层的二级制裁就会直接砸向那些为这些交易提供结算的中国国有大型银行。一旦工农中建这些大银行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那对中共政权来说就是真正的灭顶之灾。何立峰在首尔的这场交锋，实质上是一场残酷的底线测试。美国人是在逼着中共在力挺伊朗充当反美急先锋和保住自家脆弱的金融命脉之间做一个生死二选一。而在北京眼巴巴等着汇报的那个主子，既想要保留在中东搞破坏的战略面子，又怕美国真的下死手掐断经济动脉。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政治诉求，让何立峰这个大管家在谈判桌上根本无路可退。朋友们，何立峰在谈判桌上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而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同样需要强健的体魄来应对各种挑战。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我们频道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普瑞堂选用最顶级的优质人参，采用传统的9蒸9晒工艺，将人参的营养精华最大化提炼出来，不仅营养好吸收，而且温补不上火。不管您是平时熬夜加班，脑力消耗大，还是想给家中长辈日常滋补，维持健康活力，普瑞堂黑参都是绝佳的选择。我自己也一直在服用，经历确实大不一样。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的官方链接，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GF， 就可以享受全球包邮服务。现在还有特别福利，单笔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顶级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好，我们接着说这艘突然浮出水面的核潜艇。如果说贝森特在东京和首尔的布局是从经济和外交上把中共逼到了墙角，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动作就是直接在军事上扒掉了中共军方长期以来编造的谎言。就在5月11日，美国第6舰队的官方网站上极其罕见地发布了一条简短但震撼的消息。5月10日，一艘美国海军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抵达了直布罗陀。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甚至为它拉起了200米的禁区进行护航。熟悉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这艘潜艇大概率就是阿拉斯加号，舷号 SSBN 732。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常规潜艇，这是美国和3位一体打击力量中最可怕、最具生存能力的海基部分，俗称 Boomer， 是全世界最安静、生存力最强的核潜艇之一，被称为海洋幽灵。即使被发现，也极难被摧毁，是美国核威慑的核心。它有多庞大？全长170多米，水下排水量将近19000吨，简直就是一座在深海中移动的核武库。它身上带的不是用来打击战术目标的战斧巡航导弹，而是最多20枚3叉戟 2D5 洲际弹道导弹，每一枚导弹都能携带多个分导式核弹头，射程超过7000公里，足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将一个中等国家彻底从地图上抹去。这种级别的大国重器，它最大的战略价值就在于隐蔽。在正常情况下，它永远潜伏在黑暗的深海中，
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它平常执行高度机密的战略威慑巡逻，不会轻易公开位置或靠岗，它就是悬在所有潜在对手头顶上那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是这一次，它为什么偏偏要浮出水面，大摇大摆地停靠在直布罗陀这个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甚至主动让媒体拍到照片？表面上看，这当然是在警告伊朗和俄罗斯。就在潜艇抵达的第二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痛批伊朗对停火提案的答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这是在告诉中东那些蠢蠢欲动的极端势力，别以为我们撤回了几艘航母，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的核潜艇已经堵在了家门口，即使在紧张时期，美国仍能轻松将核威慑资产部署到关键海域，展示随时可战的姿态。同时，直布罗陀靠近欧洲南翼，这是在强化美英北约合作，提醒盟友美国核保护伞依然强大。然而，这场军事秀真正的 VIP 观众其实是坐在中南海里的中共高层。这几年，大家如果经常看中共内部的宣传，或者了解一点中央军委那帮将军们是怎么给上面汇报工作的，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战略幻觉。他们为了迎合主子东升西降的胃口，天天在内参里吹嘘美国现在被乌克兰战争和中东乱局彻底拖死了，美国的海军兵力捉襟见肘，航母调度不过来，只要中东的火不灭，美国就无暇顾及印太地区。因此我们在台海切香肠，在南海造岛礁，美国人根本腾不出手来管我们。在这种谎报军情的忽悠下，包地真觉得自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以为自己暗中买伊朗的石油，给俄罗斯提供零部件，就是在用代理人把美国死死钉在中东的泥潭里，从而为自己武力犯台争取时间窗口。但是直布罗陀海面上的这艘核潜艇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把中共军方的这个弥天大谎给抽得粉碎。美国人这次高调走光，其实是在向中南海传递一个令人窒息的信息。你们以为常规航母在中东忙活，我们就空虚了？你们太天真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从印太地区抽调一兵一卒，我们只需要在直布罗陀随便浮出一艘平时你们根本看不见的核潜艇，就足以锁死整个欧洲南翼和中东的战略咽喉。这就是军事上最顶级的降维打击。更让中共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种展示不确定性的心理威慑。美国在公开说，这艘在直布罗陀的阿拉斯加号是因为我们愿意让你看见，你才看见的。可是别忘了，我们手里还有另外13艘同样可怕的俄亥俄级潜艇，现在他们在哪里？是不是有一艘正静静地潜伏在巴士海峡的深海里？是不是有一艘正游弋在关岛附近的水下？在官场上，谈判前最怕的就是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核潜艇在直布罗陀的亮相，就像是钦差大臣进城的前一天，故意让城外的卫戍部队荷枪实弹的列队走了一圈。中南海那位一看就明白了，别以为在桌子底下搞点小动作，支援几个中东的烂仔就能浑水摸鱼，人家连最致命的战略核底牌都敢随时亮出来，你还有什么资本在谈判桌上跟人家拍桌子？这场水面上的军事秀彻底敲碎了包子趁乱在亚太冒险的侥幸心理。原本想拿中东乱局当筹码，在川习会上要挟美国的计划，现在变成了一堆废纸。我们现在把视角重新拉回到北京，此时此刻的长安街上已经是3步一岗5步一哨，迎接美国总统的红地毯肯定已经铺得平平整整，国宴上的菜单也改了无数遍，力求彰显天朝上国的雍容华贵。中共的宣传机器正在开足马力，准备向10几亿国内百姓转播这场大国元首平起平坐的世纪会晤，试图用这种宏大的视觉叙事来掩盖国内经济凋敝、失业率飙升、百姓怨声载道的残酷现实。但是当我们看懂了这过去48小时里美国在全世界布下的这张大网，你就会发现那条鲜艳的红地毯尽头根本不是什么和解的宴席，而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一定记得点赞并且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